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珍杰西卡这个频道。今天看到 Bruce 就知道又是一个聊天节目了。人到中年我发现自己在消费上面呢变得跟年轻时很不一样，有的地方呢变得很抠。比如说呢，我不太愿意再花大价钱去买奢侈品，这些装点门面的事情呢，我觉得就算了吧。那有的地方呢又花钱很大方。那今天就来聊聊45岁以后我的消费观吧。影片最后呢，还有非常好用的 CPB 的防晒产品的分享啊，记得点赞订阅，同时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也记得追踪我的 Instagram 号。那我们就开始了。因为我小时候呢，家庭条件比较艰苦，所以我其实一直蛮会省钱的。上海话呢叫做祖宁嘎。到了我现在这把年纪呢，其实我也是蛮祖宁嘎了。比如说呢，我之前买菜为了省钱，我就会走很多路到 Trader Joe's 去买菜。每次呢，再大包小包的扛回来，真的是累得个半死。我有个好朋友呢，就经常嘲笑我：“哎呦，你买个爱马仕、买Chanel大几千、1万多，都看你不眨眼。那为了买菜省点钱，还要走1个多小时，那么精疲力尽，难道你的时间不值钱吗？你算算啊，你日常平均每个小时赚多少钱，这样划算吗？”一开始我也是很不屑一顾的你们外国人不懂的。但是呢，被他说久了，我还真的去算了一下自己每小时赚的钱发现，好像真的不太划算呢。要知道，时间呢是稀缺资源，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而钱呢是可以再赚的。用钱去换时间是非常划算的买卖。从那天开始，我就再也没有为了省钱跑那么远去买菜了。附近买，省出来的时间呢，去赚钱远远要多过你省出来的这个3瓜2枣。另外呢，我现在也会请阿姨帮我打扫卫生。要知道，其实纽约的人工是很贵的嘛，而且我家里还挺小的。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很不理解你这个自己打扫不就好了吗？还要花这个钱？但是我想了想呢，一方面我特别讨厌做家务，而且呢，我做家务总是觉得做不干净了，还不如花钱换个省心省出来的时间和精力呢，不如想想怎么样去赚钱。用钱去换时间，这就是我中年以后呢很大的一个消费观的改变之一了。随着阅历的增长呢，与其在物质上花很多钱，我现在更愿意在体验上花钱。举个例子前一阵呢，我就去了Met 的歌剧院看歌剧《茶花女》。我以前看歌剧一般都是买剧院底层比较靠前的区域但其实看歌剧体验最好的位置呢是在楼上的 Party Box， 也就是包厢。大家想想看嘛，以前看电影的时候，那些贵族们看歌剧都是从上往下俯瞰的，对不对？我当时买票的时候就看了一下，这个包厢的位置呢要比底层的位置要贵1倍啦。但我想想我可能一辈子就只看一次茶花女，那肯定要挑仪式感最强、观影体验最好的位置买啊，不是吗？所以我就一咬牙一跺脚斥巨资买了楼上包厢的位置。确实这个观赏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很私密。我也体验了一回走到这个包厢门口，原来门是锁着的，还要请老爷爷帮你打开哇，这真的整个体验很有意思。进去之后呢，还发现一个类似玄关的地方，是可以给你放大衣或者是放雨伞的，真的很尊贵了。我就赶紧自拍留念了一下。现在呢，我回想起来都觉得哇，这个体验真的好有意思现在想想确实如此比如说你买的衣服鞋子、包包、珠宝首饰，你再喜欢，它随着时间都是会贬值的。但是呢，体验是不一样的，随着时间反而会觉得越来越珍贵。所以我现在就很愿意在体验上面花钱。人到中年身上呢小毛小病越来越多，自然规律了。但在健康上呢，我是非常愿意花钱的。我的原则呢，就是和身体健康相关的钱1分钱都不能省。举个例子前一阵我牙疼就跑去看牙医，那我的 General 牙医呢就说你这个大牙可能不保了，但是呢还是建议我去看专门做根管治疗的专科医生，因为美国这里的牙医是分得非常细的嘛。回家之后呢，我打了一圈电话，发现有很多这种专科医生是不收我的保险，有的如果收我的保险的话呢，最快预约时间也要到1个多月后。我天哪，要1个多月，我的牙还撑得住吗？这不行，得赶紧看啊。后来呢，到了第2天早上起来，我突然就灵机一动，我想那就不要走保险，我全付现金嘛，我付钱总可以吧。然后我就挑了一个行业里面比较有名气的专科医生，我说我没有保险，我自己付钱，什么时候最快可以去看。
对方就说最快是明天早上哦，天哪，这么快！咨询加上拍片子是$400。行，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自付了400块啊。结果呢，专科医生看了下，说这个牙是保不住了，你还是得拔掉，等于说我这个400块是白花了。但我觉得这个钱是不能省的。再比如呢，前一阵我去做年度体检啊，发现身体有一点点小问题，当时家庭医生呢就说啊，不用管了，就我们观察一下，明年再说吧。但我觉得这怎么可以不管呢？我得去找专科医生看看吧。当时呢，我其实身边也有些朋友就说，哎呀，家庭医生说都没事了，你就不用去看了。看一下专科医生自己还要花蛮多钱的，确实如此。因为在美国看病是很复杂的嘛，虽然我有买健康保险，但我的健康保险 deductible 特别的高，所以你要去看医生的话，自己要额外付很多钱啊。但我觉得这个钱不能省啊，赚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候要派上用处啊，对不对？所以后来呢，我就经过一系列的折腾啊，找医生啊，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即使有保险，我都付了大几百美金啊。最后看完呢，这个过程有点意思啊，结果也有点意思，我会在下一个影片里面分享啊。等于我这个钱其实是白花的啦，但我现在想来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觉得这个钱是不能省的，和身体健康有关的所有的钱，该花必须要花。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同时别忘了追踪我的 Instagram 号。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最近呢，我斥巨资布置了一下我的阳台。其实我搬进来已经有接近3年了，我阳台之前呢一直是空空如也但今年呢，我觉得一定要做点什么，所以我邻居呢就带我去了老纽约，经常去买花花草草的地方啊。即使是这种地方，我买了5盆巨大的花，还有花盆，加在一起有接近$1000我跟大家讲，我付钱的时候其实心是很疼的，因为很多钱啊。那除了阳台上的花呢，其实我把室内的这2棵大植物的花盆呢也换掉了。那在美国生活过的朋友都知道，这种巨大的花盆质感比较好的都非常的贵其实当时呢，我也想过那不就买花这个花盆嘛，我就买便宜一点、粗糙一点这种陶盆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但是我想了想，和家有关的东西，每天都看得到、用得到啊，这个钱不能省。事实证明自从我买回来之后哇，我每天坐在家里面上班，双眼望出去都觉得心情很好。而且呢，我就会经常跑到阳台去喝茶、看书或者上班就有那种置身小花园的感觉。我那个时候想法就是，第一，哎呀，我布置晚了，应该刚刚买完房子就把这个阳台布置完的，白白浪费了接近3年的时间。第二就是这个钱花的太值了。因为和家有关的一切，无论是家具啊、家居摆设或者花花草草这些东西都是每一天都看得到、用得到的。它不像我们的衣服、鞋子、包包、首饰你再喜欢，你不可能每天穿、每天戴的呀。所以呢，在和家有关的一切上面去花点钱，我觉得是很值得的。那回头想想，当年我斥巨资买的这个皮沙发，我这个很贵的地毯，还有这个还蛮贵的这个电水壶、咖啡杯，还有我最近买的比较贵的这种玻璃的储存盒其实都要比市场上很多同类产品要贵出一大截但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很值得你这个每天看到，你不觉得心情很好吗？当然也不是说去举债去买这些东西，量力而为，就是在自己可以负担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值得投资的。那这2年呢，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愿意为了专业的服务来买单比如说我自己这个小公司吧，虽然小小的，但是像记账报税这种一个都不能少。那因为我大学呢学的是 CPA 嘛，即使在毕业之后没有做和财务相关的工作，但是基本知识还是有的。所以我在刚刚成立这个公司的时候，所有的记账呢都是自己用 Excel 表格来记录的。那一笔笔输入其实还蛮复杂的，因为你要手动的记账、分类还有对账，很容易出错的。那后来呢，我才知道美国其实有很多专业的这种财务软件啦，它可以自动和你的银行账号还有信用卡连在一起。那我可能因为不做这一行，就真的以前不知道，等我知道之后发现哇，真的好方便但是呢，你是要付每年的订阅费的。
其实一开始呢，我也有点纠结，我觉得，哎呦，这个自己公司刚成立没多久，也没赚什么钱，对吧？还要花钱，是不是太大手大脚了？但后来我想想啊，觉得这个钱是不能省的，把这些繁琐的、重复的事情都交给专业的工具去做，那就可以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呢花在更值得的事情上，比如说如何拍影片啊，如何做内容等等。再比如说呢，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找的中介哦，其实收费是挺贵的，因为在纽约其实有不少中介，他会主动告诉你我可以返点给你。当时其实我也有好几个中介哦。那当时我想呢，还是专业度最重要。毕竟呢，我刚刚才来纽约没多久啊，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专业的中介，是可以帮我避坑不少的。我觉得收费如何呢，并不是我的第一考量，所以最后呢，我就选择了现在的中介。那事实证明呢，我的选择是非常对的，合作起来很顺畅，而且呢，帮我避掉了很多麻烦啊，所以我到现在都很感激自己呢，当时做了这个决定。所以吧，我觉得，要为专业的工具、专业的服务去买单，这样你的人生呢，反而会变得更轻松，效率会更高。我年轻的时候呢，听过一种说法，说，哎呦，把钱花在别人身上，其实比花在自己身上更开心。我当时在想，你是不是有大病啊，对吗？我自己买个包、买个裙子不开心吗？我为什么把钱给别人？我钱也很少啊。但到了我这个年纪啊，我才明白这句话好像是真的。且不说我给我妈花钱的时候，比我为我自己花钱要开心很多。这不说了，因为毕竟是我妈妈，对吗？那就说说其他人嘛。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邻居吧，他的小孩呢是有特殊需要的，很喜欢小熊。那有一次呢，我正好去下城区办事，就路过一个日本店，就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小熊。哎呀，我就在想他应该会很喜欢，所以我就买了送给他。他真的爱死了，到现在都天天抱着他睡觉。哎呀，我这一刻就觉得特别的开心，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比我自己拥有这个熊都要开心那种感觉。再比如说呢，我也会在朋友的生日啊，或者是各种节日的时候，为他们精心挑选礼物送给他们，这好像比我自己收到礼物更开心。当然了，不是说我不给自己买东西了，但我发现其实你给自己买一个包啊，买一件衣服，这种快乐是很短暂的。而且吧，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其实东西是很多的啦，有的时候买衣服买包也会觉得有一点点负罪感，对不对？有没有被我说中？但是呢，如果买给自己在乎的人、自己爱的人啊，看到他们那么开心的时候，哇，这种幸福感啊，真的是更加的持久、更加的深刻的。这个真的是年轻时体会不到，也是要到了一定年纪、一定阅历之后呢，才能够体会到的花钱的快乐。最后一点来了，我知道有不少朋友呢很会在脸上花钱，但是我好像是相反的，我呢更愿意花钱的地方是我的头发。因为吧，看人是看整体的，别人远远看到你，他最会看到的就是两样东西，第一是你的发型，第二呢就是你的身材。没有人远远看到你会说，哎呦，你有几根皱纹啊，你是不是有黑眼圈啊？没有的。所以发型呢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又要寄出英剧《Fleabag》里面那一句经典的名言 ：“Hair is everything。”发型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的。其他人不说，就说我自己嘛。你看我以前长头发的时候，跟我现在这个挑染的短头发啊，哇，是不是好像整个人都大变活人了？现在就比以前要洋气时髦特别的多。不过不好意思啊，我这2天发型有点乱啊，过几天我正好要去剪头发了，剪完之后一定会更加的时髦洋气。那除了发型之外呢，发质也很重要。干枯潦草的发质哦，会给别人一种你过得不太好的这种感觉，整个人看起来呢气质也会被拉低不少。所以呢，我在头发上面是很会花钱的。我之前找发型师哦，从来都不介意他多少钱的，我只关心他手艺好不好。其实我现在用的发型师呢也挺贵的，因为我1年呢要去做1次全头染，然后每3、4个月呢就要去做补染，还要再修剪哦，这样加起来1年七七八八也有$2000左右，但我觉得这个钱是很值得的。当然了，好的保养品还是不能少的啦。那就来分享呢，我最近一直在用的日本贵妇品牌 Clé de Bol 的防晒产品吧。这个是脸部防晒，这个呢是唇部防晒。
那先说这个玉林防晒霜啊，其实我之前就用过，大家应该都记得。那今年呢，我回购了。那这个产品最强的就是肤感极其的好，因为其他的一些防晒产品嘛，就是那种防晒感很重的防晒产品啊，一般呢都是要涂在面霜之后。但是天气很热，今天我们接近40度啊，这脸上一层叠一层，觉得呼吸不了了。但是呢 ，CPB 这一款是不一样，它可以直接当做面霜用。省得一遍又一遍涂脸了，真的不得不说，到底是日本贵妇品牌，真的上脸的质感太高级了，完全不像一个防晒霜，更像一个肤感很好的乳霜，有一点点淡淡的粉色，推开非常顺滑，也很容易和皮肤融合，就是特别适合亚洲肌肤。擦完之后呢，也不会有什么成膜感，也不会拔干，而是带着一点点自然的光泽，让皮肤看起来就像天生的肤质很好一样。注意啊，防晒一定要用够量。你看我一般的都是涂2遍，也不会有泛白或者油腻感。那更棒的就是它不会搓泥的，因为它其实防晒指数蛮高的 ，SPF 50+，而且呢它是既防 UVA 也防 UVB 的。很多粉底呢都会跟高倍数的这种防晒霜打架，会起泥，但这支不会。后续呢，你看我用的就是一直在用的这个 CPB 的气垫粉底啊，这个相容性也太好了吧，底妆非常的服帖清透，也不容易卡粉或者起皮，哇，真的爱死了。里面呢还加了不少保湿和抗氧化成分，即使防晒指数挺高的，也不会让皮肤越擦越干。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呢，也是会非常的舒服的。那接着就是这个防晒的润唇膏了。那有很多朋友呢一直脸上涂防晒，但其实呢会忘记唇部涂防晒哦。其实紫外线同样会让唇部的肌肤老化、色素沉淀哦，而且呢还会有唇纹等等。那这支呢应该是他们新品吧，是很少见的带防晒指数的润唇膏，长得就挺好看的。你看这个浅粉色晶莹剔透的好美啊！它里面呢有摩洛哥坚果油、玻尿酸和植物精粹，更像一支高端的护唇精华。但是加入了防晒指数 SPF 25，质地呢很轻盈，涂上就有健康的光泽感。唇部呢就是软软的，很有弹性，后续叠加口红呢也会更加的服帖。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最近消费观的一些改变。那我也想听听大家呢在哪些地方花钱花的更多或者更少呢？也欢迎留言分享吧。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解析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同时呢，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那里呢，我每天会分享我的穿搭以及全球更多更好的折扣。同时也记得追踪我的 Instagram 号，每天都有我的穿搭小视频。好了，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哦，拜拜 ，Bruce say goodbye，拜拜。